今天第一个15分钟4.3公里，平均配速3分30；第二个15分钟4.31公里，平均配速3分29。今天是新课表，在跑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能跑到这个成绩。我们去看看今天的训练，走。大家伙早喽！8月6号星期四，我今天稍微晚了一点，现在还有3分钟不来得及做了，我还有一个大路口，还有3分半就到5点45了，还得接水。今天是休息日之前最后一个训练了，还是我们这小团队，明天一定要休息了。今天都是多的一天了，身体不行，特别累。今天田宫先生研究了一个夏天练阈值的方法，因为太热了，大家都坚持不了很长的距离，所以今天跑2个15分钟，2小时30的全马的选手跑3分28到3分32，2小时40的跑3分35到3分38。昨天说跑得少，但是今天起来就觉得不是太有劲儿，感觉这个生物的规律还是挺厉害的。不过夏天有的时候也许跑起来就会好一些，夏天训练就是变着花样跟自己对抗。我昨天去了明天要开业的在梅田那特别大的 Alpen， 离那个梅田的 Step 不远，会发图文内容和短视频内容。我看见大河源先生了，早上好。2个15分钟，3分38，尽力。アンダー330。アンダー330。おお、早すぎる。325、330。はい。僕多分340ぐらい。皆さん340ぐらい。我跟他们330以内的开始，看能跑多少。一会儿见，走。今天咱们用旁白的形式和大家聊，因为跑的距离长，而且过程中我特别有感触。起跑之前遇到那位观众，后来没碰到，不知道他跑得好不好。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临时的一个决定，就能改变一天的训练，甚至能够改变一天的心情。今天其实我起床的时候挺累的，已经连续第5天，而且最近强度都不小，队友们也是很强。起跑之前才知道他们的计划要跑到330以内，因为现在看到领头的藤冈先生全程马拉松2小时33。而另外一位穿深色衣服的先生也是速度能力特别强，5公里跑15分多应该是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决定还是跟一跟他们，体验一下。刚起跑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慢热，而且天气太热了，状态都不好。我一看表，我看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看表，基本上就是3分30多，感觉不行呀，怎么挺使劲的了？至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挺使劲的了，甚至比后面跑到3分20多的时候还使劲，但是就是不快。这时候田中先生上来带，他的速度能力也特别强，也是5公里可以跑进16分钟的选手，把速度稍微带起来一些，然后我们就一直继续前进。我今天开始之前的想法是，也许我就努力跑第1个，第2个就混了，或者甚至第2个甚至就不跑了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想法看似不积极，但是呢，好像在这种训练中可以起到一些奇效。奇效就是反而会觉得不会因为心理包袱太大而让前面跑不好，也许大多数时候后边就顶下来了。后来这也证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平常的训练不用想太多，能跑多少是多少就好。
今天的鞋穿的是我的第一双6E，已经跑了1000多公里的一双6E。这个鞋就很灵巧，过弯就很顺。但是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会觉得是不是稳定性不够？马拉松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小腿和脚踝的压力比较大。这方面我还好。拐过这个转盘的时候，我跟田中先生就跟不上他们2位了。但是我当时想的是，我跟住田中先生就好。特别感谢他一直在前面领，而且队友之间是有默契的，就大家知道互相的性格。我跟田中先生的性格都是，跑步的时候边上不能有人并排，有人并排速度就会往上顶，我就怕到时候俩人互相影响，顶得太快了，所以我一直在他后面。而且有的时候跟田中先生跑步会不自觉的想试一试能不能把步幅变大一点，把步频变小一点。我有时候会试着数一数，然后数着呢就混乱了，最后又是那种我回到原来我自己的跑动习惯上。哎，哎。
我就 OK です。OK。哎哎哎。好的。这个地方离喷水池整整1公里，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我一看怎么还有4分多，那就说明我们前面跑得快。我们前面跑得快，那我当时想，哎呦，那跑得快就跑得多呗，因为这是按时间的训练。现在前面2位把我们落得越来越大了，但是我能感觉到田中先生也想追，我也想追。哎，哎，哎，
同一个路线跑得多了，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呀，看到哪儿就快到了。就算知道还要多跑一点，看到又回到喷水池这个转盘这儿，就觉得可以了，要到了。最后我们就稍微收了一收，跟前面2位的距离保持的还行，没有被落下的太多。好吧，平均配速3分30，他两个走啊！我带了个100千卡没有咖啡因的胶，我早上没吃饭，空腹出来。差不多，这个胶吃下去7、8分钟，就我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自己跟自己试验。就是训练的时候用胶，主要是为了，一方面是让训练更顺，更重要的是你用了它你就感觉它。那现在我是42分整开始跑步。所以差不多50的时候，就下一组跑到1公里，差不多了，这胶就会有感觉。还有1分半，来到。太热了，湿透了。第二个不知道会不会稍微减一点。说实话，我也就是仗着我半马的成绩还行，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还稍微能顶一点，但是我也跟不上他们。我觉得田中先生跑的就比我自如得多。还有30多秒。20秒。これ2000割の方が楽。お盆の最後2日で2000割。5、4、3、2、1，开始。第二组开始，第二组其实我一开始的策略还是希望我和田中先生像第一组那样，这样去跟前面。但是起跑没多久，我发现他可能有些疲劳最近，但是我的状态其实还好。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种跑步我的心得，就是每个人其实有这么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决定的呢？是你的 LTR 这个数值决定的。一方面是这个数值决定这条线在哪儿，或者这条线的上限在哪儿；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训练决定了这条线现在在哪儿。这条线是什么呢？是你能顶的那条线。就像对我来说，我的 LTR 在我半马 PB 的冬天是3分24，我的半马可以跑到3分27，这条线就在3分27。如果拿半马距离来衡量的话，但是可能很多跟我一样 LTR 是3分24的小伙伴，他的5公里成绩、10公里成绩可能和我差不多。比方说5公里可以跑到16分45，然后10公里可以跑到34分半。
在324的阈值下都差不多，但是到半马可能就能差1-2分钟，甚至2-3分钟，那就是能顶的能力没有到我的这条线，但是我们的 LT2 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不一样。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和 Noto 就是现在领头的那位特别强的先生，他问我，他说你觉得我们每次跑的5个2公里更累，还是这个课更累？我觉得我跟他说，我说5个2公里更累。我跟他说我其实很慢，我的速度能力不行，但是呢，我的半马可以跑到73分19，我在这条线之下的顶，我能做得比较好。这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感觉到田中先生有些掉，但是我当时的体感是我觉得我还行。这时候的配速大家也能看到3分35，其实跑到我们这个水平3分35跟3分25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就是你可能不会感觉那么准，但是你觉得好像没到自己那根线，所以我就加速往上追。这用不了多一会儿，相机就没电了，应该是到不了头。加油！这个时候我其实在想相机还有没有电了，而且我特别惊讶的是我快要追上他们了。这时候跑进3分30了，然后我的状态呢，甚至比第一组的时候还稍微好一些。接着说回那根线，就是一方面你靠你的速度训练把 LT2 往上拉，因为一般你去练5公里、10公里这种，你的 LT2 就会上升的，而且事实上会上升的，因为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能把 LT2 坚持一个10公里就很了不起了。它跟半马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你想提升你半马和 LT2 的之间的差距，就把那根能顶的线再往上拉的时候，就是时不时跑一些能顶的训练，就是或者说经常跑一些吧。我觉得我得益于那几年每天的训练都不快不慢。现在听起来不快不慢不是个好词儿，就对我现在的水平来说，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我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我和大神们一起跑的时候，可能大神们像前面这2位先生，他们的1公里都能跑到2分50，对他们来说这个配速可能也累，对我来说呢比他们更累，但是呢我也差不多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只是当时现在的不成熟的观点。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堂课的安排非常的合理，我认为，到夏天的时候，你一口气让我们去跑一个8公里的3分30，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时候到夏天了，现在可能真实的 LT2 我可能也就是3分28或者3分29，那在坚持在 LT2 上的训练，在夏天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呢，把它拆成2个4分钟，中间的休息又不是太长，就休息3分钟也还可以。这种课一方面是训练了你持续输出的高速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给你奠定一个特别特别强大的信心。快到，快到！我现在在电脑屏幕前看着剪辑软件里边的预览，然后跟大家聊天，觉得这个15分钟过得可快了，但是在当时觉得这15分钟过得可慢了。今天太阳特别大，当时想的是还有1.5公里就到烘焙店了，到了烘焙店再有1公里就结束了。这个时候藤冈先生也很艰难了，能听到他呼吸的时候会有不自觉的发出声音，但是前面有一个人追真的不一样，如果这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我
大概率我就放了。有时候追高水平的队友的时候，我会看他们的落地和抬腿吧。我有时候会想，我说我差在哪儿呢？为什么我的一步这么快呢？为什么我一步那么小呢？有的时候其实到现在也不太能很明确。对，我其实跑了这么多，我都不太能很明确。所以呢，我也不认为说有的时候说我给你调一调，你就能怎么样。我其实也持怀疑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好钻研的人，然后我也不笨，对不对？我也有一些跑步运动的基础，我也研究它，但是我还是抓不到要领。或者这么说，您现在给我一位选手，说让我给他调整一下，我也无从下手。最后的7分多钟跑了一半了，我们就看完最后的7分多钟，很庆幸电池很给力，最后没有掉链子，拍到了最后。看看夏天30度气温下暴晒的大阪城的早晨，2个15分钟的最后2公里。
坚持加油，不到1分钟。40秒。9、8、7。3分29，平均配速。哇！我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我听不见那个滴滴的声音。ありがとう、部長方。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诺诺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训练就不会有队友跑过来了，因为是跑时间。跑时间就是我在高手的后面，我就永远踏不过高手那个终点。但是今天我没放弃，不行，我追不上，我跑不动了，差距还是挺大的。今天我特别开心，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想到。我第一是没有想到我能把这课跑完，第二我是坚决不会想到一个330，一个329。哎，小伙伴们，8月6号星期四清晨7点02训练回来了，加上冷热身16公里多，今天的状态就不错。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